嗨，大家好，我是朵娜，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今天影片的灵感是来自一位观众的留言：麦达场立方体真的会让我们远离源头吗？这背后其实牵涉到几个面向，包含几何图形是不是可能对我们的能量做逆向编程呢？所谓的有限流的结构是不是真的是堕落或者是黑暗的代名词？以及黑暗势力是否真的会利用这些结构来捕获我们的能量，限制维度呢？再来，如果这一些有限流的几何图形只是工具的话，那我们该如何更安全、更聪明的使用呢？请你留意，这支影片并不是要对这些几何图形贴上对或错的标签，而是我想邀请你用超越二元性的维度视角来理解。我的意图是陪伴那一些过去或者是现在正在对这个议题感到困惑的灵魂，以更宽广、更慈悲的心来体验本集的主题，因为这一切都与恐惧的频率息息相关。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上一支谈恐惧的影片，我建议你先看过那支影片，再回到这里，这样会更有脉络。但若此刻你的意识中有限创造的几何结构就是等同于黑暗，就是等同于堕落，那也没有关系，请相信自己所认同的，请相信自己所选择的，并依照自己的节奏来选择收看今天的影片。而我的影片都会在这里，当你准备好的时候，随时欢迎你回来。本频道是为了爱、真实与创造而存在的空间。我的灵魂任务是作为一个纯净的管道，传递来自源头的频率。这里的每一支影片还有标题都是我顺流灵感而生的创造，并非为了讨好集体意识，也不受流量或是收益的驱动。我存在于此，不为教导，而是为了与你们共振。愿每一位来到这里的灵魂都能透过我的声音唤醒内在的主权，不投射，不依赖，拿回自己的力量，并以慈悲的视角看向这个世界。如果你与这一股频率共振，邀请你与我一起展开接下来的旅程。若你现阶段感到无法对平，那也请明白，每一个灵魂的进化路径皆不相同。请记得，不评判，不控制，自在的转换频道，这一份对自己与他人的尊重，正是你在示范何谓正面即兴，服务他人。在灵性觉醒的时代，你可能会听过以下的说法，关于生命之花、麦达场立方体、卡巴拉生命树等等，这些都是黑暗势力用来捕获我们的能量，封锁我们的维度的几何结构。这一些被称为伪神圣的图腾，将会误导灵魂进入能量的逆向编程的陷阱当中。也就是说，这一些堕落的神圣集合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远离神圣本源。那么以上所说的都是真的吗？当我们开始讨论逆向编程之前，我们要先弄清楚什么叫做能量编程。简单一点来说，能量编程就是包含了你的意图，也就是你所发出的指令。再来是承载指令的载体，而这个载体呢，可以是几何图形，可以是声音，也可以是水晶、物品等等。再来第三个是能量流动的媒介，这可能是你的身体、你的场域，或者是整个集体意识场。当这三个关键要素结合的时候，就会成为一个互相点亮的能量编程。而所谓的逆向能量编程，并不是把光变成影，也不是把光变成暗，而是在循环的路径上切断了回流的路线，让能量只朝单一个方向流动。如果你还是不清楚什么是逆向能量编程，你可以想象，本来一条河道是有流出有流进的循环，那逆向的意思就是好像你把河道挖开一个缺口，但是你们要知道，这个河道里面的水依旧是纯净的，只不过是持续的向外流，没有办法进行回流。因此，的确有一些几何图形是没有办法创造出一个能量回流的路径，而是持续的漏能以及耗散。我将它称为有限流的结构。相反的，如果几何图形能够将能量全向循环的自己，那我就会把它称为是无限流的结构。
那有限流的图形是堕落的、邪恶的代表，或者是陷阱吗？我曾经在其他的影片有提起过一件事，从高维视角当中，所有的图形都是中性的，赋予这些图形善恶区分的是三维意识所投射出来的。白话文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不管是什么图形本身并不会作恶，但是如果这个结构本身属于缺乏回流的状态，同时又叠加了恐惧与匮乏的意图，那才会真正的让我们体验到什么是逆向编程。还记得吗？我刚刚有提到能量编程的3个关键要素，第一个意图，第二个载体，第三个流动媒介。这三者都会影响到最后能量的流动，还有状态展现。也许你现在可能会很困惑，为什么这些有限流的结构会被创造，又是怎么一路传承下来的呢？在很久以前，星际的祭司们的确掌握了完整的12+1的回流结构，但是你们要知道，要使用这些回流结构，同时也需要具备更高的灵性识别的能力。什么是灵性识别能力呢？比如来说，当一个存有它的内在状态不够稳定的时候，使用这一种回流结构将会变成负面情绪回圈的放大器。所以当有一部分祭司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就把图形简化成6或是8个端点，也就是去省略掉了回流的路线。这个好处其实是让这一些新手存有可以更快的聚焦，而且更能够去感知到能量的启动。现在来到了网络的时代，讯息被切成碎片来传播。当有人只有看到有限流等于漏能，漏能等于耗能的这些话，就把所有的图形一并都打成了黑暗的符号。但是实际上，结构只是不同道路的设计，而道路本身并不会决定这趟旅程是光还是影，真正关键还是驾驶在这一条路上的我们，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意图还有觉察。那么所谓的黑暗势力到底是怎样利用这些有限流的结构来获取我们的能量呢？那这关键其实就是2个步骤，第一个就是为这些符号或者是结构来贴上标签，第二个步骤就是锁定我们的注意力。举例来说，他们会把这些有限流的符号披上所谓的神圣或者是危险的外衣，而当我们带着敬畏或者是恐惧来凝视这些符号的时候，就会像打开了开关，我们的能量就开始单向了外泄。讲白话的意思就是，他们只是利用符号这个道路设计的本身缺口，再配上我们的强烈情绪来完成他们的特定意图。所以这里再一次的印证了今天的频率重点，任何的符号还有几何结构本质都是中性的，意图才是真正的调频器。如果我们一看到这些有限流的图形，就下意识的恐惧，并不断的把这些恐惧播送给其他人，即使我们是出于协助他人的善意，但是不是仍然在无形当中替黑暗势力的收割系统供电了，对吗？讲了这么多，现在我们要进入最实用的部分。如果你想要在短时间之内透过有限流的符号获得爆发式的调频效果，但同时又想要避免能量耗散或者是被外部程式获取，你可以参考以下5个简单的步骤与提醒来进行。第一步，我们要做的是锚定我们的中心。你可以将双手轻轻地放在你的胸口，进行几次的深呼吸，同时请在你的心里默念：我以爱与觉察启用这个符号或者是图形结构。第二步，我们就要设下意图以及时间，请告诉自己，我现在要聚焦在什么什么什么上面，使用3到5分钟。这个步骤最主要是要把我们的意图清楚地说出来，并设下时间，因为我们要记得，有限流符号其实它就像是短程的加速器，使用时间其实不需要太长。第三步，我们可以进行观想与呼吸。你可以张开眼睛，轻轻地看着这个符号，或者是闭上眼睛，在心中去浮现这个符号的样子。请你吸气的时候，想象光线进入你的心轮；
呼气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个光线开始慢慢的扩散到你身边的周围。同时，请保持肩颈的放松，顺畅的循环呼吸，直到计时结束为止。再来，第4个是重要的步骤，也就是能量的回收与封场。当时间到的时候，请你在心里默念：所有的能量现在回到我的中心。你可以观想原本在你周围的光线慢慢的倒流回到你的心口，形成一颗纯白或者是金色的小球。当全部的光线收回到心口的时候，你可以轻轻的在你的心口轻轻的拍3下，这个是为了要加强能量的封场。最后我们会进行一个简短的整合。在这个步骤里面，你可以花几分钟的时间来想一下以下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你使用前所设立的意图是否完成了？第二个是，你此刻的身体还有情绪有产生什么变化吗？再来第3件事情，你现在是否感觉到耗散或者是疲倦呢？其实最后的这一段记录，就是你与这个符号互动之后最真实的能量回馈。走到这里，也许你真正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情：符号与几何结构只是道路的一种形式，真正的能量锚点其实是在我们的心中。如果你可以尝试用刚刚的5个步骤，先锚定再回收，任何有限流的符号或者是图腾都会转变成你的意识调频的加速器，而不是夺走你能量的黑洞。请你记得，最稳定的频率永远是来自于你自己。其实这就像是海上的灯塔，不论潮汐是如何翻搅的，光依旧是会从中心向外散射，从来都不曾离开过源头。如果你想更深入的体验这份内在的稳定，我诚挚的邀请你参加5月24日的线上语频引导会，源头定频，本自具足。我们将一起走过2个小时的声音旅程，带你回到自己的零点场。或许你将会体验到，我就是那个最稳定的锚点。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启发，我诚挚的邀请你按下喜欢、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并把这一份转化恐惧的频率传递给更多需要的灵魂。我是朵娜，感谢你们今天的陪伴，我们下周见，拜拜。